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芥菜搭配幾個雞蛋，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飯菜。首先準備一小把鮮嫩的芥菜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。冬天的芥菜基本上沒有打農藥，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10分鐘以後，我們再來簡單的清洗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浸泡出了很多的雜質。在清洗芥菜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把菜帮掰開來，因為裡面難免藏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，這樣才能夠清洗得更乾淨。每年的冬天是芥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平常我們都是用來做泡菜，今天這種方法很多朋友都沒有吃過，更加沒有看過。把所有的芥菜全部清洗乾淨，然後撈出來控乾水分。接下來簡單的給下刀，像視頻中這樣把菜梗劃成10字花刀，這樣處理一下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把處理好的芥菜放在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。加入少量的食鹽，提前入下底味，少許的白醋去除蛋腥味。加入白醋還可以使炒出來的雞蛋更加的蓬鬆。最後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這樣可以使炒出來的雞蛋更加的鮮嫩。水淀粉就是清水加淀粉調製而成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。充分的攪拌均勻，放在一旁備用。接着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丁。大蒜可以增加雞蛋和芥菜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末。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準備一個大紅椒，對半切開，把裡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處理乾淨。然後再切成大約0.1厘米左右的小長條，最後切成小丁。如果吃得比較辣一點的，也可以加一些小米椒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盤中。接下來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然後加入小半勺的食用油。我們要提前把芥菜焯下水。加入食鹽可以提前入下底味，而食用油可以起個保護的作用，使芥菜在焯水的過程中不容易氧化變色。大約煮至2到3分鐘左右。把芥菜煮至斷生，我們就直接撈出來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涼水中自然放涼。大約在10分鐘以後，現在的芥菜已經完全的涼透了。接着簡單的給下刀，像視頻中這樣頂刀切成小丁。如果感覺不夠細的話，我們再稍微的切幾刀，但是也不要剁太細，那樣的話吃起來口感不好。把所有的芥菜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小丁就可以啦。處理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我們要簡單的處理一下，像這種芥菜焯過水之後含有大量的水分，我們一定要把水分擰乾，而且盡可能的擰乾一些。有條件的也可以準備一個紗布，那樣操作起來會更加方便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在後續炒制的過程中方便入味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，加入平常炒菜多一點的食用油，
油溫燒熱以後，把雞蛋倒在鍋中。我們要提前把雞蛋炒熟，炒出香味。其實炒雞蛋，我們不要隨便去攪動，像視頻中這樣輕輕地推動一下就可以，讓雞蛋快速地受熱均勻。加入了水淀粉和白醋，這樣炒出來的雞蛋更加的蓬鬆，怎樣炒都不會老。炒製成視頻中這樣的小塊，盛在碗中。鍋裡面不要放油，下入切好的芥菜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全程開大火，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把芥菜炒乾水分，炒出香味。看似非常普通的芥菜，其營養十分全面，富含大量的膳食纖維，可以幫助消化，維持腸道健康，尤其富含豐富的維生素 C， 具有抗氧化作用，能增強免疫力，保護視力。在炒製的過程中，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防止燒糊。炒製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把炒好的芥菜盛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鍋中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下入切好的薑蒜末，開小火把薑蒜炒出香味。接下來把紅椒丁也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。接着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少量的松茸鮮。我們吃的是食材的本味，不需要太多的調味料。把炒乾水分的芥菜也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大火，快速的翻炒均勻。把芥菜炒出蒜香味。接下來把炒好的雞蛋也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使芥菜和雞蛋充分的融合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電影發財的小鼠點個讚再走唄！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對阿光的支持和鼓勵。大火翻炒2分鐘左右，充分的炒出香味，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脆嫩的芥菜搭配上金黃色的雞蛋，看着都特別有食慾。這樣炒出來的芥菜脆嫩爽口，雞蛋鮮香滑嫩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